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又请到我们的 Polos。嗨 Judy 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Polos， 很高兴来参加 Judy 的节目，让我们大家能够学习更多的、更艰深的一些专业知识。嗨 Judy， 想请教一下，之前有看到你一系列的介绍的那个形态转折点的部分，那前3集是在讲价量型的一个部分，那这一次是要讲时间的方面，那可是跟之前我们了解的时间波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当然啦，其实投资是灵活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死的。那我在教时间波的时候，因为考虑到大家就是说刚开始接触时间波，所以我用一个速算法教大家，就是我们把一个 AB 段，然后乘以7，然后直接去算出4高的时间。当然你是说我不用这种方法，用别的方法可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啦。我们请导播切下图片的部分。OK， 那在今天的课程专业班的部分呢，那我们要讲价量行时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时间的部分。那大家都知道时间的部分除了我上次讲的速算法乘以7以外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笨的方法，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一个极短线的起涨 N 型是40分钟到60分钟，那回档是1/2，那这是 AB 段嘛，所以这边是不是 CD 段？那我们把这个 ABCD 加起来是不是就变成100分钟到150分钟？那这样以此类推下去的话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说，我们要在那个短线上形成一个 ABCD 的波动，它的时间大概需要10天到23天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起涨 N 的部分。那如果再加初始 N 的部分的话，可能就是起涨加初始 N 就是 N 加 N 嘛，就是要20天到37天。那接下去如果整个 N 型再扩大的话，那可能就需要50到100天。那所以说我们不断的扩大过程中，到最后4高所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4到8个月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按照我说这个时间下去推论。所以就您之前教我们的部分提到是说，假设 N 型扩大，回档不破1/2的话，就是 N 型再扩大，那最长不就可以到10到20个月吗？你很聪明哦，然后代表说你已经学会了我们的那个 N 型理论跟时间波的观念在里面了，对，是没有错的。那我接下去用一个图形，然后跟各位解释的更详细一点。OK， 大家请看一下图形的部分，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主力控盘的规划图，那大概依据我的统计，就是说在周线图上要形成一个 N 型的话大概都是1到2年的时间。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主力整个要控盘1到2年的时间，它大概会有个规划。那我这边用离我们最近的日期的国际股市跟大家做一个解说。比如说在这个4D 的位置是2020年3月好了，那走上来1、2、3、4高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在2021年的上半年。那接下去回档以后呢，那个像美国、欧美国家那种资金比较充沛的地方，国际资金汇流，那他们的 N 型就会再扩大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2021年的上半年的时候，那亚洲股市这些资金已经随着亚币贬值，然后逐渐做退出。所以你看，像港股啊，或是说像那个大陆股市，然后它走到这边的4高以后，它整个变成下跌 N 型在扩大。可是欧美这个地方呢，却因为国际资金相对比较充足，它从亚洲撤出以后，就转到了美国或是欧洲的地区，所以他们4高的结束时间点大概是在2021的11月，因为他们的 N 型又再去做一个扩大的动作，所以你可以发现在整个主力控盘的时间，就是比较短的话大概是1年，那比较长的话大概就是1到2年的时间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说可以从我们这次2020年3月到2021年至2022年年初，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。那 Judy 在这个地方呢，除了时间的部分，也把一些形态还有关键 K 棒这个地方跟大家做一个解释。因为有很多投资人来问说，我怎么知道我的 N 型会不会扩大？然后当它跌到1/2的时候，我也不确定我该不该出手，因为下跌 N 型不晓得会不会扩大。那你就在我所教的关键 K 棒里面有所谓的关键位置，你先把每一个关键位置都找出来。
当关键位置长红棒突破的时候，你再有动作。那剩下的这边你时间其实是可以观望，或做一个区间操作，就可以避开说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问题。哦，那这听起来非常的有趣，那可以请 Judy 举一些实例让我们来验证一下吗？这当然没有问题啦。那在讲到验证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这堂课讲的就是所谓的形态转折点，那已经分别介绍价量形，那最后再介绍到时间的部分。那大家想想看哈，价量形时合一，那它中间交叉的这个点就是一个所谓的转折点。好，那我们举实例来看看呢。那这个实例呢就是细粒。那这个股王一直被我们提到，那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介绍的时候只有讲过它的成功上涨N，去讲它的价型的部分。那我们这边加上了量跟时间的部分。首先它的价的部分在攻击的时候，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成功上涨N的目标价，所以当这个目标价达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逢高出脱的准备。可是因为我们在时间或者说在量型的部分还没有到达之前，我们就开始先做准备的动作。那量的部分，它在攻击波的时候，量是相对来的就是稳，就是非常稳，不会没有说随便爆大量。那只有在下跌的过程中是草丛量比较不稳。那在形的部分，它是成功上涨 N， 那所以3高跟4高这个地方分别以一个 N 型做表达。所以当它这个 N 型表达完了4高，这时候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快到尾端了。那在时间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用中线的起涨 N 跟侧幅 N 去比较，那它的时间比这边是1，这边是所谓的 0.8， 所以多方攻击差不多是20个月左右，就是符合我们刚刚说的1到2年之间。所以当价量形时每一个条件都符合之后，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卖在相对的高点去。所以以系列的例子来说，价量行使合一的条件都符合的话，就是大概会出现一个转折点的部分。那也好险，我们有学 Judy 老师之前学过了一些 N 型理论或龙行八步的部分，让我们在系列部分能卖在相对高点，不然现在整个系列又滚回了差不多3下了，这样的情况恐怕会让大家受不了。所以你想不想再多听几个例子呢？好啊，一定要的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再多举几个例子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举的例子是那个中兴电。那中兴电这个例子之前也跟大家讲过，那很简单，就是它也符合价量形时的部分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它是有一个那个什么，刚开始是一个正常 N， 后来到后面转成成功上涨 N， 那它这个地方的目标价达到了双杠5，大家可以看到相对高。那这个目标价就是离双杠5的目标价几乎快接近，达成率将近97%。那你不要傻傻的告诉我说还没达到我不卖掉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要价量形时合一，你不可以只选一个的地方。那在量的部分呢，它攻击头部的最大量，它已经快到尾端了，又出现33.8万张的成交量，这时候就是一个警讯了。那形的部分呢，它本来是正常上涨 N， 然后拉回守了1/2，然后又过了双杠1，一直到双杠5，所以它的形状是正常 N 转为成功 N， 然后它的时间呢，整个初始 N 型大概花了2年，然后扩大 N 型大概是花了2.8年，那整个时间比呢是1比到1.4，那后面的这个扩大 N 型时间所以会比较长，是因为它从正常 N 转为成功 N， 所以花的比较多的时间。那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支标的哈，它回档的过程中，它已经从正常 N 转成成功 N， 回档又守了1/2，接下去会怎么样呢？聪明的你不用我说，你应该知道答案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。下一个例子呢是 N+N 的实例，那这是一个电子通路的指数，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哈，就是说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股票，然后它最高价呢已经超过了虚拟目标价的部分，然后达成率高达102%，但是我们在达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注意它其他的指标，那我们就会发现量的部分在攻击量的时候出量，回档量缩，所以它这一路攻击的过程还算正常。那在形的部分，它是成功上涨 N， 但是它的 N 型在扩大的过程中，最后没有达到双杠1，差一点，所以它只能算是正常上涨 N 的弹涨。所以我们在速度转变的过程中，我们就要特别小心。那它的时间来比的话，大概是1比0.75，那跟我们之前讲在缩小量的部分，时间大概0.6到0.9都属于正常，所以这1、2、3、4都
符合标准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概的形态转折点就已经抓出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再看一个 N 上 N 下的实例，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一只个股，叫做振兴。那用这只个股，因为它是很鲜明的 N 上跟 N 下。那在量的部分，我们会发现，就是说它刚开始起攻点的时候，那时候受到资金行情的影响，它也是从正常 N， 然后回档守住1/2，然后成功的转成成功上涨 N。那时候它过了双钢阴，整个目标价还高达128%。可是当它的基本面数字出来的时候，受到那个它的下游车厂这个地方，因为缺料的因素，所以说它的货变成说出货量就减少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受到成本的压力跟出货量减少，所以它的下跌 N 型就扩大了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整个因为跌破了1/2，所以它就整个形状就成原来的成功上涨 N 转成 N 上 N 下。那它这边供给是13个月，那 N 上 N 下不用想，大家想一想，大概也要1:1的时间。那实际上出来的时间大概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，所以大家大概知道了整个形态，然后价量形式都把它加在一起的话，那整个 N 上 N 下就会在你掌握之中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就是说，当你发现价的部分不对的时候，然后整个形态的方向转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留情。你一旦留情，一旦就是说对它动了情，舍不得卖掉的话，最后的结果你看就是回到了原点。好，那这就是 N 上 N 下的实例。我想呢，今天呢，透过那个价量形式的课程，我们整个形态转折点是我们技术分析的最后的一堂课。你知道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的课程是什么吗？哦，那可能要请 Judy 再介绍咯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的技术分析已经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基本分析。对基本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听听看。那我们的下个月的课程是介绍总体经济。你是不是对物价上涨感到很困扰呢？你是不是一直怀疑说利率会涨到什么时候呢？那我们请专业的操盘人来告诉你这个答案。那如果你对今天我们所讲的课程还有疑问的话，可以去我们的部落格，那里有详细的文章。OK， 到了节目尾声，我们要先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 Plus， 谢谢 Judy 提供我们这么多的知识，以后还要常常来哦。没问题。OK， 那到了最后要告诉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你的小铃铛哦。OK， 我们下星期再见，拜拜拜。